2011年8月11日，乔布斯在家里打了一个电话，并邀请电话那边的人来他家里做客。这个人就是库克。也就是这一天啊，乔布斯告诉库克，希望他能来接替苹果公司 CEO 这个职位，因为他相信库克会是苹果这艘战舰最好的舰长。随后的24日，乔布斯亲自在董事会上宣布了卸任，并希望库克继续履行他 CEO 的职责。6周之后，乔布斯停止了呼吸，为自己疯狂的人生画上了一个句号。而苹果这艘巨型战舰在库克的带领下，不知不觉风风雨雨已经驶过了10年。不过乔布斯的光环太过耀眼啊，耀眼到人们忽视了库克的优秀，反而却放大了他的缺点。质疑他毁掉了苹果的言论，时至今日依然存在。如果你认同库克，请打1；不认同库克，请打2。大家可以走一波弹幕。不过不管怎么说啊，乔布斯在当时明白，苹果的未来非他莫属。这10年里，苹果战舰成长为航空母舰级别的存在，是全球市值最高的科技公司。到我们截稿已经达到了2.22万亿美元。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炯，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手机简史苹果的第4期，也是它的最后一期。我们来聊聊 Tim 库克下的后乔布斯时代。买卖二手机上小白优品 APP，3天无理由退货，180天保修，原装正品，国行代票，新人专属无门槛优惠券，有手机有电脑，还有各类3C 数码尖货，赶紧搜索上车，各大应用商店均有下载。上一期我们已经讲到了乔布斯去世，但是本期的故事首先要从1982年开始啊。这一年，苹果公司正因为 Lisa 电脑失败深陷泥潭的时候，一位刚从奥本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就收到了3巨头的入职邀请：安德森咨询、通用电气和 IBM。这位优秀的毕业生就是库克。这一年他仅仅21岁。21岁我在干嘛？我好像还没开始做小白测评。最终库克选择了 IBM， 这一做就是12年。12年里，库克从最开始的供应链管理做到了当时的 IBM PC 业务的北美制造和物流总监。1994年，在 IBM 工作了12年之后，库克被当时的电脑批发商 IE 公司挖走，担任经销商事业部首席运营官。而在这里，库克第一次和苹果有了业务接触。因为 IE 公司主要就是销售电脑，库克当时为了苹果的产品推出了全新的定价模式，并简化了运营环节。但或许是名字起得不好，所以运气不佳，最终因为各种诉讼 ，IE 公司不得不卖身他人，而库克也被当时全球最大的 PC 制造商康柏公司挖走，担任了物料管理的副总裁。刚上任的库克就帮助了康柏公司从囤货模式改变成了订单模式，公司不再是预测需求进行生产，而是根据订单来生产。这种模式给了公司极大的灵活性，并且减少了资源浪费。库克还改变了康柏公司的配送方式，把库存成本转移到了外包制造商上。只有收到了订单之后，制造商才开始制造机械。自此，康柏公司不再需要存放产品的大型仓库，极大的降低了成本和产品积压的风险。同时，供应商其实也拥有了更多的利润空间。如果你看过我们之前苹果系列的第2期，你就会发现，这和库克入职之后的苹果模式差不多。而库克在康柏公司的成功也引起了另外一个人的兴趣，他就是乔布斯。随后，苹果公司多次想挖走库克，都被拒绝了啊。但是最终2位还是见上了一面，也算是苹果公司的历史性会面之一了。不走也是有原因的。1998年，康柏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啊，入选美国经济月刊、福布斯杂志1997年年度最受关注的企业之一。但是我们知道，库克最后的最后还是被乔布斯给说服了，入职苹果。但入职的库克需要面对的却是即将倒闭的苹果。虽然微软在这个时候投资了1.5亿美元，但是混乱的管理和库存问题像癌症一样消耗着苹果。如果不加以改变，1.5亿很快就被消耗殆尽。后面也证实了乔布斯的眼光，库克用了仅仅7个月的时间，他不仅把供应商从之前的100个删减到了24家，还说服了许多供应商搬迁至苹果工厂附近，产品的库存期也从之前的30天缩减到6天啊，真的非常恐怖。到了1999年，苹果的库存期就只有2天了。对于公司而言，省钱就是赚钱，苹果也终于走出了库存积压导致亏损这个泥潭。库克甚至提前预定了价值1亿美元的航空运力，就是为了能够在节假日里面把设备送到用户手里。在这一点上，库克不仅成功了，还远远超过了当时的康柏、戴尔以及 IBM 这些公司。相对于大众而言，改变公司的运营方式以及缩减成本，让公司利润更高这件事儿，远不如乔布斯当时创造了糖果色的 iMac 来的炫酷和惊艳。但我们必须要肯定，库克才是让苹果公司在运行上
走上了正轨的人。不夸张地说，库克不仅改变了苹果，也改变了整个现代科技行业对于产品生产的管理方式以及认知方式。原本就非常低调的库克，很好的把自己隐藏在了乔布斯的光环之下。在乔布斯尚在苹果的日子里，库克的贡献鲜被人提及。镜头到了本期开头的那一幕，2011年8月11日，乔布斯电话邀请了库克到家里，希望他担任苹果的 CEO。而库克回忆这次拜访时表示，和乔布斯库克当 CEO， 乔布斯当董事长，这意味着什么？这个话题交谈了很久。乔布斯告诉库克，这意味着你来做所有的决定。但库克并不相信乔布斯居然同意交出权力他就问道：所以我看到了一个广告创意，不需要你的批准就可以直接上线了吗？乔布斯对他说：好吧，但我希望你至少问我一句。要知道，即便是这样对于乔布斯来说已经是巨大的让步了。2011年8月23日，库克从苹果公司的 COO 变成了 CEO。1个多月之后，乔布斯就离开了。这一年的乔布斯56岁，库克51岁。苹果公司在当时市值3000亿美元，10年之后，这个数字超过了2万亿，翻了7倍之多。但是2012年，库克还是初出茅庐，变瘦族。3月的苹果发布会上，库克向大家介绍了全新的 iPad 3以及升级版的苹果电视。作为乔布斯离开后的第一次发布会，库克还是搞得不太好，不自然的演讲和过于严肃的神态，让这场发布会成为了苹果有史以来最枯燥的一次。而新品 iPad 3也确实没什么特别的地方，相比上一代就是更高分辨率的屏幕，A5X 核心和后摄的升级，非常例行的迭代。不好的消息还在后面，因为苹果被起诉了。2012年4月，美国司法部起诉苹果和出版商共同操控电子书的价格，涉嫌垄断行为。单就这个反垄断其实就可以单独做一期视频了。简单来说，2010年发布的 iPad 这个新产品，它需要很多内容加持。就比如说电子书，原本电子书的销售价格都是被业界龙头亚马逊掌控的，无论进价多少，亚马逊一律9.99美元，倒贴钱销售，这就相当于垄断了出版商的定价权。乔布斯就是看中了出版商不爽的这一点，凭借自己的影响力拉拢了出版商，从而迫使亚马逊不得不交出了定价权。随后亚马逊上诉苹果垄断，原本这件事情并没有什么可查的毕竟和谁合作是出版商的权利。但没想到的是，乔布斯授权的传记这个时候发行了，里边明确写了乔布斯的一句原话，最后那句：当然了，用户要花更多的钱，但这就是你们想要的吧。这句乔布斯自己的话成为了关键证据，随后官司就来了。美国的反垄断法明确地规定了禁止合谋提高售价，这句原话证明了他们都知道苹果的合作方式会提高电子书的售价。库克上任的第一年，苹果的这场关键诉讼就输了。2015年6月30日的最终判决，苹果被判了4.5亿美元的罚款。何止不担心一来就是5刑。随后接着7月份的第3季度财报上 ，iPhone 的销量达到了2600万部，已经是上一年的130%了。因为之前的 iPhone 4大火还是不及分析师的2890万部。原因也很简单，外部竞争压力加大了，也就是三星的 Galaxy 火了。2011年，三星发布了 Galaxy Note， 那个力压众神的挡脸神器来了。大的屏幕成为了许多用户购机的需求之一，对于当时还是3.5英寸的 iPhone 4S 销量造成了不小的影响。手机这边一波未平零售店那边又出事了。1月份才被库克高调聘请的零售店负责人被解雇了，原因非常简单，这位负责人抛弃了之前零售店以往的重点服务，而是想通过减少员工和工作时间来节省成本，并且倾向于实现销售目标，但这从来都不是苹果的重点。这就像是理发店的人疯狂给你推销办卡一样这种体验绝对不好，这也导致了用户抱怨不断。6月，库克便辞退了这位负责人。并不是这位负责人能力不行，而是他没能融入苹果的文化之中。但是这个零售负责人的离职对于库克而言绝对不是什么好事，毕竟这个人是库克高调亲自聘请的特别还是刚刚上任 CEO 的第一年这些事儿都让库克看起来对管理好像不怎么精通。这还没完呢，9月12日iPhone 5发布，更大更高清的屏幕，更强的性能。iPhone 5还改变了之前的30帧连接器，开始使用 Lightning 接口。iPhone 5在开售的24小时内就收到了超过200万部的预定，并且创下了开售3天就达到500万部的记录，它是苹果有销量记录以来第2名的存在。但是有个软
ID 的重要性。5S 并非第一个搭载指纹识别的手机，但绝对是第一个把指纹识别普及到整个行业的手机。并不意外的是，还有同时发布的 iPhone 5C， 一台聚碳酸酯外壳的 iPhone， 并且多彩的外壳很有当年糖果色 iMac 的风采。这台机器的意外还是有的。塑料外壳的 5C 在被剧透之初就被认为是廉价版的 iPhone， 售价应该不会太高，但是16G 版就4488的起售价格，还是让很多人大跌眼镜。好在 iPhone 5S 是成功的，开售前3天就达到了900万部的销量，再一次突破了纪录。13年还有一个重要的新品要提，就是6月份 WWDC 上，苹果正式发布了第2代的 Mac Pro， 它不再是传统的机箱造型，而是黑色圆筒状，精致，的确精致啊，但是也确实挺像垃圾桶的。而这款产品把苹果的粉丝们分成了2个阵营，一群人为苹果出色的工业设计为之震惊，而另外一群则是批判毫无扩展性可言。两方面都是对的，很多人都认为 Mac 垃圾桶确实是一款非常成功的失败品，极致的工业设计宛如 Pro Mac G4 Cube 一般，但是对这款产品的消费者却没什么用。普通消费者并不需要购买这么昂贵的电脑，而真正需要这款产品的用户是专业开发者、动画师、视频剪辑师等等等等，他们需要的是绝对的生产力，而不是放在桌子上的工艺品。他们需要的是能够在素材堆满硬盘的时候可以直接加装块硬盘，而不是在背后插一堆移动硬盘。苹果后续也基本没有再更新它。如果你在2019年上半年购买垃圾桶，你会发现整体和13年发布的时候几乎没什么变化。所以19年发布新款 Mac Pro 抛丝器的时候，你也知道了，扩展性得到了极大的增强，机箱造型也回到了标准的台式机样式。当然这是后话了。2013年还有什么重大改变呢？iOS 7，在乔纳森的主导下 ，iOS 7的风格由 iOS 6以前的拟物风格改为扁平化风格，并且对用户的界面进行了全面的改造。不管你喜不喜欢，扁平化的设计在当时形成了巨大风潮。一起到来的还有控制中心、CarPlay 以及苹果用户非常实用的 AirDrop 隔空投送技术，这让 iPhone 无需网络就可以直接给其他苹果设备投送文件，极大的方便了生态联动。2013年的苹果产品非常出色啊，光年底的节假日就销售出了5100万部 iPhone 5S 和 5C 最终拿下了1.5亿台的销量，但苹果的股票却跌了因为美国参议院小组质疑苹果通过离岸公司避税以及各种各样的原因，苹果的股价从12年最高的700美元跌到了400美元，市值在1周之内就蒸发了650亿美元，相当于1周就跌没了13年半个腾讯的市值。库克甚至为此自降了400万美元的年薪。好在13年的年底，苹果稳住了5000亿的市值，算是有惊无险的一年啊。2014年是库克掌舵苹果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苹果迎来了巨变。之前祸不单行5行是吧？但是这次好事也有5件。第一件事就是5月份苹果宣布以30亿美元收购了 Beats 音乐和 Beats 电子，这是苹果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收购交易。但是收购 Beats 并不是为了做耳机，而是为了音乐服务。故事是这样的，库克有一天晚上对比了一下各家的音乐服务，在听到 Beats 的时候，库克突然有了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库克没说明白到底是什么感受，但是那天晚上他失眠了，随后苹果收购了 Beats， 大佬很任性啊。第二件事就是6月的 WWDC 上，这一天苹果正式发布了 iOS 8，除了继续对界面进行修改之外，还首次加入了互通功能，方便用户在不同的设备之间浏览网页、接听电话、粘贴复制文字、图片等等，这个功能真的非常实用。但最重要的还是HealthKit 这个 app， 中名叫健康。这个 app 的出现意味着苹果开始进入医疗保健这个行业，并且开始为未来的产品做铺垫。对，它就是 Apple Watch。同时，苹果还推出了自己的编程语言 Swift， 用于编写 Mac 和 iOS 的应用。相比于之前的 C 语言 ，Swift 更易于学习和使用。苹果还开源了 Swift， 允许任何人使用并优化推广。第三件事则是库克聘请了当时奢侈品巨头巴宝莉 Burberry 的 CEO 安吉拉·阿伦茨担任零售高级副总裁。安吉拉的引入成为了苹果高管团队里的首位女性杰作。曾经的奢侈品牌高管安吉拉很明白消费者的心理，她重视用户感受，并且整合了实体和电子销售业务，打通了线上线下的用户体验，并且自此苹果的零售店开始举办各种各样的小聚会，帮助用户学习如何使用苹果的设备。苹果零售店不再是一个销售产品的地方，零售店本身就是苹果最大的产品。这一次库克挑对了人，安吉拉的方案非常成功，并且安吉拉非常明白消费者的心理，知道如何迎合当地的文化。比如杭州西湖店开业的时候，就邀请了书法界王东陵执笔将苏轼的诗词题在了苹果的外墙上。而第四件事就是当年更新的 iPhone 6和6 Plus 了。作为苹果首款大屏手机，库克称它为 iPhone 有史以来最大的进步，不仅变大了，外观 ID 方面也从之前的方方正正变得更加圆滑，更强大的 A8， 更出色的屏幕以及更先
先进的相机，让 iPhone 6和6 Plus 被一些媒体评为能够买到的最好的手机。虽然全金属贝壳上的注塑天线条被各种诟病，但依然无法阻止消费者的热爱啊！开售24小时，预订量就超过了400万部，开售3天就超过了1000万部，之后再无 iPhone 打破这一记录。喜忧参半 ，iPhone 6系列的弯曲门来了啊！有多容易弯曲呢？有的用户表示，甚至把它放到特别紧的口袋里，比如说牛仔裤，手机就会出现弯曲。虽然苹果否认了这件事儿，但是媒体经过测试，掰弯 iPhone 6所需要的力气只有 iPhone 5S 的一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系统又故障了。iOS 8.0.1的系统出现了无法拨出电话这个 bug， 这对于一部手机来说，这是一个天大的 bug 了啊！至少有4万人受到了影响，而随后的好莱坞艳照门事件更是火上浇油，这让苹果在这段时间内饱受质疑。好在这些影响都只是短暂的啊！最终 iPhone 6和6 Plus 在生命周期之内卖出了超过2.2亿部，不仅成为了最畅销的 iPhone 手机，还是目前全球销量最高手机的第3名，以及智能手机销量的第1名。第5件事是什么呢？ Apple Watch。2014年9月，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库克正式推出了这款被他称之为苹果故事的下一个篇章的新品。Apple Watch 配备了心率传感器、健身追踪，鼓励佩戴的用户多运动，从而保持健康。虽然它14年就发布了，但是直到15年的4月，苹果才正式开始销售。虽然苹果没有公开销量，但是根据第三方的估算，销售首日就卖出了约72万块，仅仅1天就超过了当时安卓系统的可穿戴设备历史销售总数。面对各种有了手机我手表都不戴了，这手表有什么屌用啊？这种质疑，销量就是最好的证明了。2014年，库克应该很开心，因为在这一年，苹果的市值超过了7000亿美元，成为了当时市值最高的公司。之所以是当时啊，因为考虑到通货膨胀之后，苹果还没有超过微软历史的最高市值9000亿。但是不着急，何止9000亿，万亿都快来了。2015年发售的 Apple Watch 备受好评，但是这一年苹果最大的改变不是产品，而是环保。虽然今年不送充电器这个行为有点慷他人之慨但是苹果确实是全世界最环保的科技公司之一了，而这也是在乔布斯时代不可能的事儿。早在2010年之前，就有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环保组织推荐苹果加上国际通用的资源回收编码。这种编码常见的地方就是塑料瓶子的底部，比如可口可乐的瓶子就是01，表示瓶子是 PET 材质。但是乔布斯却以不好看给拒绝了。当时的苹果不会为了环保改变1-2个字符，但库克就不一样了。早在2012年上任 CEO 的时候，苹果就开始转向可再生资源了。12年年底，苹果就开始自建太阳能的供电厂以及沼气燃料电池厂。13年的时候，库克还聘请了奥巴马执政时美国国家环保局的局长。2015年的到来，苹果则更进一步，联合了第一太阳能公司，建造了一个价值8.5亿的太阳能发电厂。而这个环保发电厂已经是苹果投资的第4个了。10月份的时候，苹果还宣布在我国建设200兆瓦的太阳能项目，为的就是让当地的供应商使用上可持续能源。当然，很多人直到现在也认为苹果做环保是为了维持一个品牌形象，并不是为了真的做。但是不管怎么说，起码做的这些项目都已经挺大的了。苹果最终完成了自己的承诺。2018年的时候，苹果在全世界的办公场所、数据中心、零售店全部用的是可再生能源供电。虽然这些电力只占到了苹果公司供电所需的30%不到，但这已经是一个跨越式的改变了。现在看来，对于环境的努力让苹果在2015年的产品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这一年是 iPhone 6S 和 6S Plus 确实是一个例行升级啊，改进了结构强化，推出了玫瑰金配色，升级了强劲的 A9，1200万像素的镜头也比之前的800万强了不少，还增加了一个我个人直到现在都很喜欢，但是已经取消了的功能 3D Touch。但是这一次 iPhone 的销量却没能超过上一代。苹果同时让三星和台积电代工了 A9 芯片，导致三星芯片比台积电的芯片发热高的说法被广泛流传，甚至引发了退货潮和二手市场的差价。对，你没听错，台积电和三星芯片的二手价格都不一样，这也是 iPhone 首次出现了衰退，甚至对苹果的财报都产生了影响。2015年的苹果很努力，只是产品不那么给力。如果说2016年最能代表苹果的颜色，那必须是 iPhone 7系列的亮黑色。为了展示工艺的难度苹果还专门为亮黑色定制了一个工艺宣传片。如果你看过之前小白测评前面出的那一期最美手机专题的话，你就知道我们对于亮黑的评价了。极致的质感，纯粹浑然一体的黑色，铝合金和玻璃的界限几乎无法分辨，整个手机仿佛是一体的。但这款产品更像是在炫技因为亮黑色极不耐磨，极致的工艺只能远观，随随便便使用就非常容易留下划痕。但这不妨碍许多人对亮黑的喜爱，并且大多数人并不知道
道，这种复杂的加工方式对于机器和工艺调整的要求要高很多，前期的时间和金钱成本可以轻松的拖垮小公司，但是苹果还是做了，这是对新工艺的积极探索。这一年呢，苹果也依旧在环保上更进一步3月的时候，苹果还专门推出了一个机器人，可以快速的拆解 iPhone 6手机，从而将全部的零件回收利用。同时，苹果还在尝试使用再生焊和再生铝，还在无碳冶炼铝的方法上找到了突破口。普通的电解铝工业费水费电，并且会有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而无碳冶炼铝的方法极大的减轻了环境的压力。为什么苹果是一个科技公司？因为它不光做产品，技术也玩得很溜啊。对了，9月7号的发布会上宣布 iPhone 不再拥有耳机孔的时候，苹果还发了一个无线耳机 AirPods。对于这款产品的成功，市场就是最好的证明。自此之后，真无线耳机才真正迎来了百花齐放。大众用户在今年才开始慢慢接受真无线耳机的时候，16年苹果就已经发布了对于全面齐效耳机孔，即便不被很多人待见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个已经成为了现在手机的潮流，机体无线化已经成为了现在看得见的未来。2017年9月12日，在乔布斯剧院的发布会上，没有 iPhone 7s， 而是 iPhone 8和8 Plus， 以及首款全面屏的 iPhone X。这款手机彻底颠覆了之前的 iPhone， 可以说引领了后面所有手机的设计风潮。没有了 Home 键，但是有了大额头。你说它好看吧，大刘海确实不美观，但是能做到4边等宽的，也就只有苹果了。而 Face ID 成为了代替 Touch ID 的全新验证方式。有趣的是，发布会上这个 Face ID 演示失败了。随后，苹果表示是因为其他员工无意触碰导致解锁失败，需要密码解锁1次之后才可以正常使用并不是 Face ID 的问题。但是发布会上的这个失误依然成为了一个不小的话题。现在看来 Face ID 也确实体现了一些局限性就比如说戴口罩的时候。而最严重的问题还是信号。 iPhone X 上苹果采用了高通和英特尔2家基带，开售之后很多用户表示高通基带明显要好于英特尔，这短期内也极大的影响了 iPhone 的销量和口碑。这一年苹果还起诉了高通，上诉高通在无线芯片领域的垄断，这导致高通和苹果在2年的时间里全球各地打了大大小小50多场官司，最终在19年达成了和解，苹果还支付了一笔不小的专利费上面提到的都是大家有印象的大家不知道的是，这一年苹果拿下了3个重磅的无障碍创新奖。如果你看过我们之前无障碍那期视频，你应该知道 iPhone 在无障碍方面有多努力。苹果大举投入资金支持无障碍是赔钱的做法，库克也表示并不在意。我们设计产品是为了让每个使用它的人感受到美好和惊喜。我们在这方面甚至从来都没有分析过投资回报。而光2017年，苹果就举办了数不清的无障碍使用会议。而2年之前，苹果的旁白功能拿下了美国盲人基金会的海伦凯勒成就奖。为了每个人都拥有的人权，苹果并不是唯一一家提供无障碍服务的公司，但绝对是最不求回报的公司之一。这是库克为苹果带来的重要改变，也是库克最令人佩服的地方之一。2017年年底，苹果的市值达到了8600亿美元，连续6年蝉联全球市值排名第一。2018年让苹果跌了个跟头，市值第一的头衔也丢了。虽然在8月的时候，苹果市值首次突破了10000亿，但是库克宣布不再公布产品销量时，成为了苹果股价下滑的导火索。财报公布的第2天，苹果股价大跌6.63%，创了近4年来最大的单日跌幅，市值1日就蒸发了700多亿美元。12月，苹果股价再次重挫，市值也在破万亿之后首次跌破8000亿美元，短短2个月内，市值缩水了27%，回到了2017年11月的水平。而 iPhone XR、XS、XS Max 的发布也争议不断，还是信号的问题这次苹果彻底放弃了高通基带，转而全部产品使用英特尔基带。无线技术网站在实验室中对 iPhone XS、XS Max 进行了测试，也表示了这一次的 iPhone 全系还不如之前的 iPhone X。我们在当时也专门做了详细的体验，信号确实不咋地成为了有史以来信号最差的 iPhone。和高通的官司还有导致 iPhone X 以及之前 iPhone 手机禁售的问题，虽然最终没什么影响，但是股价受挫。年底的时候，苹果的市值仅剩下了7153亿美元，低于微软的7225亿美元。苹果连续6年的第一变成微软了，这可能是12年之后苹果最为艰难的一年。好在 Apple Watch Series 4非常成功， ECG 功能开启了智能穿戴的全新之路，遗憾的是不支持国区。2019年的苹果显得心机多了，在这一年，苹果发布了 iPhone 11系列、Apple Watch 的第5代新的 AirPods、AirPods Pro、第7代 iPad、iPad Air、iPad Mini、Mac Pro、Pro Display XDR、iMac 等等设备，以及一大堆各种各样的软件服务。这一年的4月，苹果和高通就专利的官司达成和解，随后英特尔宣布停止基带研发，而苹果还花了10亿美元收购了英特尔的基带服务。苹果明白 5G 以及未来基带的重要性，信号的问题已经吃了2年大亏了，不能再吃亏了。如果再不和高通和解，5G 的末班车就要迟到了。
但让大家都未能想到的是，乔布斯的御用设计师乔纳森·艾维离开了苹果。虽然艾维仍然会以局外人的身份为苹果服务，不过他的设计方向可能会发生了一些改变。而这一年的 iPod Touch 成为了 iPod 系列最后一代。虽然苹果没有宣布停产但是19年之后 iPod Touch 就逐渐离开了我们的视线。乔布斯看到了未来 iPhone 确实取代了 iPod。很多人记得2017年苹果宣布停产 iPod Shuffle 和 iPad Nano， 却没什么人记得最后一款 iPod Touch 是19年的。iPod 的产品已经伴随我们走过了快20年的旅程了悄悄的离去，或许就是它最好的归宿。2020年的苹果就不需要详细展开了，大家还非常熟悉。苹果发布了 iPhone 12系列 ，iPhone 12这台机器成为系列真香。HomePod mini 成为了很多人心中性价比最高的智能音箱，前提是你至少有苹果手机。苹果依然在手机芯片领域独霸鳌头，凭借 A14 吊打其他阵营，稳坐手机 SoC 宝冠。而在2020年，比 iPhone 还重要、还具有历史意义的，自然就是苹果的自研 M1 芯片了，开启了全新的软硬一体化时代。这些产品我们之前都给大家做过测评和体验，就不详细展开了。8月19日，苹果成为全球首家市值突破2万亿美元的公司。苹果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精心设计的产品路线下高歌猛进。你可能会问作为苹果系列的收官，手机简史又好像变成了库克的一个简史上一期是乔布斯，这期库克。因为时至今日呢，库克确实他已经成为了和乔布斯可以相提并论的苹果的灵魂人物。在库克的带领下，苹果从3000亿的市值上涨到了2万多亿美元。2020年，微软的总营收为1430亿美元，而苹果只花了半年就拿下了这么多。2020年全年，苹果的收入超过了1.8万亿美元。可能一些人对这个数字没什么概念，实在是太过巨大了。或者换句话来讲你知道苹果有多有钱吗？2021年的1月，苹果的现金储备，也就是相当于他手里的现金，不包括他的很多投资、很多子公司、很多股份、很多硬件产品。这个情况下，苹果就拥有2672亿美元的现金，可以买下整整2个小米公司。这还只是现金。在库克的领导下，苹果几乎所有的领域都成绩斐然。而除此之外，库克的成就还包括打开了可穿戴设备的市场。Apple Watch 这个产品，乔布斯没有参与这条库克全权主导的产线，时至今日已经远超了劳力士的销售额了。AirPods 和 AirPods Pro 更是开辟了全新的真无线耳机市场。而到了真无线耳机百花齐放的2020下半年，苹果依然拿下了近30%的市场份额，拉开了和第2名1倍多的差距。这些都是摆在台面上我们看得到的成功。看不到的则是价值。2017年的时候，苹果把他认为的核心价值观放在了一份晦涩的财报中发表，随后又在苹果官网上登出。虽然库克和苹果官方并未公开承认，但是库克在用他的价值观、世界观以及改变苹果的方式，证明着这6条价值。乔布斯重新执掌苹果的时候，取消了许多慈善计划，而库克把这些又都拾了起来。2011年，他在苹果建立了一个公司范围内的非盈利捐款匹配项目，而过去10年，苹果已经捐出了2亿多美元，帮助艾滋病防治组织 RED 抗击艾滋病就是非常漂亮的那个大红色的 iPhone 8后面的小 logo向相关医院捐赠了5000万美元等等等等。在中国，苹果也向扶贫基金会捐助了5000万，超过52万贫困地区的儿童受益。库克做到了他所说过的话。The sidelines are not where you want to live your life. The world needs you in the arena. 如果没有库克，苹果是否会有这些改变？苹果是否能达到以下成就？如果乔布斯尚在，由他来掌舵，苹果公司会不会有现在的市值？我们不知道。但乔布斯知道。乔布斯选择让库克接手 CEO 的时候，他告诫库克永远不要问自己这个问题：如果换做乔布斯，他会怎么做？做你认为对的事儿就行了。苹果无疑是现在最成功的科技企业之一，它站在世界科技制造业的最顶端，影响着整个世界，并且还要继续影响下去。很多事物正是因为我们知道它的起点在哪里，我们才懂得了欣赏，才知道它有多成功，它有多厉害，它有多美好。我们既是见证者，也是书写者，更是经历者。如果我们不认识过去，又如何理解它现在所代表的意义和价值呢？如果我们不清楚过去，又怎么能够知道苹果是如何改变整个行业，如何引领整个行业改变你我现在的生活的呢？如果不做这次的苹果简史系列我其实也和很多人一样，单纯的认为库克就是一个绝佳的商人。但一个顶级的企业，产品创新肯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也绝对不只有产品这一项。价值观、社会责任
同样重要。小白测评的手机简史系列就是想要带大家理解、看到这些世界科技公司出发的地方、发展的高潮，以及他们要去向哪里。我们想分享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所理解的这些企业、这些产品是什么样子的。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曾经的这个世界、曾经的这些公司、曾经的这些产品，他们是什么样的。OK， 单本期啊就1万多字啊！小白测评手机简史系列，苹果整整4期啊，我们终于是聊完了。这4期的时长加起来，应该是一个完完整整的电影时长了。3连点赞投币，我觉得我要3万啊，我多要一点吧，4万应该不过分吧。OK， 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我觉得这一系列应该就差不多了吧，这个好像已经没有什么公司再要聊的了，好像已经差不多了。这个如果要是再有想看的，可以下方留言评论或者弹幕。感觉像是完成了一件巨大的事情啊，这个终于结束了这种感觉。希望给你带来一些帮助。不管你，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